这两天我观察大家在学教法的时候，观察一些问题，就是缺少心性的感悟和体验。你不能坐下来静静的用心性的体验和感悟去体会、感受、去感悟法教。要在这种体验中、感受中、体会中体会出来这个法教，而不是从外边学进来，而是从里边体会出来。你们之所以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反复的弄不明白，总是用思维去贯穿法义，而不是用感受中去感受到它。你感受到它，自然贯通；你感受不到它，你在法义上贯通也没用。在感悟中、感受中、体验中、体会中透过来，一通百通。如果是用思维心、冥想把它贯穿，就算你全部贯穿，我一个问题还是置你于死地，你还是没用。一定要在感悟中贯穿，在感悟中体会出来、体验出来、感悟出来。一定要把心思静下来，静静的体验。看文字的时候，看个几句，闭上眼睛，静静的、深深的、细的去感受和体悟。用这种在安住中的一种禅的思维去思维思考。这种思维思考是引发感受，是一种引发作用。不用思维如何引发感受啊？所以要用思维观想去引发感受。这个感受呢，它是不动的，你领着它往哪儿走，它就往哪儿走。所以你要用思维用观想去领着这个感受找到它应该体会的地方，到那个地方把这个思维引导放下，然后就静静的去感受它。很微细的一种禅的思维去体会，去推论就要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慢慢的、深深的、细的去推到哪儿，感受到哪儿，体验到哪儿，感悟到哪儿，这样感受出来的那才可以。宗门和教门其实是没有办法分开的。你看，同样的问题我回答过了，当时听的人也明白了，问问题的人听了我的回答也明白了，稍微变个角度又不会了，又去问相同的问题，只是变了个花样问，可见不是真明白。这是用思维在学习，是用冥想在学习。我的答案答到哪儿，你就体验到哪儿。看文字，看经文，看论著，看一句话，体会一句话，体会到了再看第二句话。听录音，听一小段，把录音关掉，仔细的去品味，就像喝茶一样，一小口放在舌尖，细细的品尝，细细的品尝，好像有思维，好像没思维，细细的深入的去品尝不是完全没有思维，有很微细的一种思维引导着去品尝，这样去品尝它的味道，一定要品尝出来，然后再接着往下学。我们现在学录音呢，都是一下从头听到尾，一开始可以从头听到尾，第二遍从头听到尾，第三遍从头听到尾，第四遍就不是这样学了，叫一句话一句话的去体会，一小段一小段听，一小段听完了闭眼睛感受体会，不到位，推不出来，感受不到，再重新听一遍，一小段一小段听。自己有条件把录音放在电脑上制作出来，一小段一小段的录音，一小段一小段的体会参悟，反复的听，体验参悟。这一段明白了，再听下一段。所以我们呢一开始听的时候从头到尾贯穿来听，但是到第四遍以后
就要一段一段的去参，一小步一小步的走，每一步走的都踏踏实实，这样把这一步全部学完，才能够前文解后文，后文解前文，哪需要去问别人啊？那一个论著里边，一部佛经里边，都后文解前文，前文解后文，全问题都给你解完了，哪里还有其他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呢是前文后文没学透，不能用前文解后文，不能用后文解前文，所以不能通达啊。走马观花学完了啊，你不能啊把每一段全部吸收完，吃一口吸收完了再吃第二口，你把它全部吸收完，就能实现前文解后文，后文解前文啊，就能够法一贯通。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不会的自己参悟参悟就明白了，实在参不出来，找人家一问，一句话点拨一下，马上一下就明白过来，一通百通。我们讲第六识的时候，你就坐下来好好体会什么是第六识，你在体会中找到第六识，这样有问题你自己就能解出来。我们老是问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你没有体验，全都是用思维冥想，这样的话问题总是解决不了。你要自己去体验到什么是第六识，体验到什么是见分，体验到什么是相分，什么是自证分，你把它体验出来，感受出来，找到它，你找到了它，你自然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当你要是体会到什么是根，什么是识，什么是尘，什么是根性，根性不是根啊，你也不能把识当成是根性，也不能说识里边有根性，根性是根性，识是识啊，识里边有四分，没有根性，识是不能发生的。眼珠子那叫浮尘根啊，里边还有净色根，浮尘根、净色根都不是根性啊。比如说眼识，眼识的根性，眼识的根性不是眼识，眼识有四分啊。眼识怎么起的？要有眼根的根性与法尘相对，借助浮尘根与法尘相对而发眼识啊，作意正起而发眼识。那么眼识发起了，它就有四分：正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这个需要你在体验中感受到哪个是根性，哪个是自证分，哪个是相分，哪个是见分啊。眼珠子啊，你闭眼睛体会这个眼根，眼根指的是眼珠子啊，实在不行找手摸一摸啊，这个是眼珠子。然后再想，那眼珠子叫眼根，那根性指的什么呀？根性指的不是眼珠子。那根性是眼识吗？也不是眼识啊。根性借助眼珠子与法尘相对，作意正起啊，眼识才有眼识，眼识有了而有四分。哦，原来是这样，体会到什么是这样，体会到什么是根性，体会到什么是眼珠子啊，什么是眼根，什么是根性啊？这个根性借助眼根与色尘相对啊，这样呢，作意正起而发而生眼识，眼识升起又有四分啊，你这样去把它体会出来，不可以用思维名字相贯穿法义，必须是体证法义。说一个名词，就要在体证中找到它；说见分，就要在体证中找到见分；说根性，就要在体证中找到根性；说眼根，就要从体证中找到眼根。是在找到它以后，再去感受它、体会它，在这种体验中去感悟出来啊，这样感悟法义，这样子才叫做悟法教。不光是宗门讲悟啊，教门也讲悟，
教门的所有法义都是要悟出来，不是学出来。你学出来的那是名相贯穿的法义，那个是世间细论，把佛法搞成了世间学问、世间细论了。我们学佛法是感悟到法教的法义，不是用名相思维贯穿法义。千万注意，你感悟到这个法义，悟通了这个法义，你感悟到什么是根性，什么是眼根，根性借助眼根与色尘相对，那这样呢，作意正起，这个眼识出生，眼识出生又有四分，你是全部在感受中感悟出来，哪里还有问题？什么是内相分？要在感悟中找到它，体证到它，然后再体证什么是外相分。那内相分和外相分的关系自然就明了了。什么是别业，什么是共业，你也去体证出来，只有体证出来才叫佛法。用思维名相贯穿的那是世间细论。所以要加强打坐的体验，一定要坐下来，要通过打坐产生一些定力，有了一定的定力，你的心才能够进行复杂的就是参求参悟你才能在极微细的一种禅的思维去推整个理论系统，一边推一边引导着体验，推到哪儿体验到哪儿，体验没到那儿就不要再继续往前推了，体验没到你却推过去了，那就成了名相贯穿法义，而不是感受贯穿法义，就不是感受感悟法义。一定是用思维名相极微细的思维名相做引导，然后引导着感受体验，在体验中感悟法义，融通法义。你的感受体验没有到，思维却到了，思维到了，体验没跟上来，那贯穿了，那个叫思维名相贯穿法义，这就成了细论了。一定要用极微细的禅的思维，用这种思维，从思维名相上做引导，目的是为了引导体验感悟达到那个地方。体验感悟感受没到那儿，你的思想不要跑得太远，思想围着感受走，感受跟着思想走这种思想不是我们平常用的，是禅的思维，很微细的一种思维，需要有一点定力的而且在推在引导在推的过程中不能中断，一旦中断，前后法义不能贯穿，感悟不到最后的果证，感悟不到最后的果证，那就是理论系统不能完善一个理论系统是完整的，其中有无数个小的系统小的段落，一次推成一个小的段落，一次推成一个小的段落，一次把这个小的段落感悟完成成功了，然后把一个大的段落把它感悟贯通，然后把整个理论系统感悟贯通，这样子才叫悟法教，不是用学问名相贯穿法教，而是感悟法教，在感悟中融通法教。法教是用来悟的，不是用来学的，学是外在的表象，通过学到的法教，以学到的法教然后做引导，最终要引导感悟达到。所以我今天突然意识到，我这样子给你们解答问题，最终呢都是思维名相贯穿法义，这样呢就是等于说你天天给人家帮忙，人家没钱了你就给人家钱用谁没钱了你就给他钱用，今天没钱今天给钱用，明天没钱明天给钱用你终究是很累的，不如给他一个工作，不如给他一个赚钱的手艺，不如给他一个赚钱的方法。我与其这样回答你们问题，不如告诉你们如何参悟佛法，
你学会了如何参悟佛法，那么问题你自己就能解决了，我就可以做一个甩手掌柜，也很轻松，而你呢也很究竟，也很了义，是不是？如果我一味的给你回答问题，你最终呢落在了思维冥想的贯穿，这样呢终究还是一个穷汉，不能口袋不能真实的富有。我给你的钱，你去买一碗面条吃就没了。如果你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钱，你要有，就你的钱财像源泉一样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那你就永远用不完的财富，这样就有用不完的智慧。你没有得到这个源泉，你渴了我给你一杯水，你渴了我给你一杯水，你终究还是一个饥渴的饿汉。大家先从学习方法入我们学习佛法，实际上呢，宗门是基础，教门呢是治源，就是教门是为了你圆满你用的，宗门呢是为你铺垫基础用的。但是很多人呢都把宗门当成究竟了义，把教门呢当成是方便细论，大错特错。这错的不是一般两般的邪乎，这整个不懂得佛建立教法的这个用意不懂得佛的真实意。没有教法的支持，我们学宗门往往学的是个四不像。其实禅师讲话都是有法教义理支持的，都是有这个依据的，不是乱讲的，不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叫做高明，是有严格，是有法义支持的。他这种语言在当时两个人交流的时候，在当时的契机，说法的人起着一个引导的作用，听法的人是随着说法的人引导而走。他说的话无论怎么奇怪，听法的人都能听得懂。如果当时听法的人不能明白他的意思，那么他会引导着听法的人去明白他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早晨，我跟那个波罗蜜多讲血埋血，那他这个波罗蜜多就不知道这个血埋血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一看你不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我要引导你明白血埋血要表达的意思。等他引导到他明白了，再进一步引导，再进一步引导，这两个人就由不相应逐渐相应。在相应的状态下，我说什么他明白什么，所以我后边的讲话他就完全知道我问啥，在表达啥。几个对话之后，他就明白结果了。禅宗不是莫名其妙的说一句高深的话，他都是为了达到让你悟的目的。他们呢往往呢不是从理上说，而是从事上说。我不跟你讲道理，我不跟你讲什么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我跟你讲血埋血，这里边没有道理，只给你讲一件事。你想血埋血，那血埋血那能埋得住吗？你试图把血埋上，却用血来埋，这不等于没有埋吗？你这想表达什么呀？众生被无明盖覆了，可是这个无明也是个无所有这个无所有就是实相，这不是用实相掩盖实相，本来没有掩盖过吗？从事引导到从事引导理，从理引导事，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禅宗常常呢是避开道理不谈，而是说一件事就用这件事来证明这个理，知道了吧？但是禅宗呢，重点是让你体会心性，但是体会到心性，你未必能贯穿法教，不贯穿法教，不能达到究竟无疑惑地。你在心性上没有疑惑了，但是在法上，你不能做到无疑惑。可是这个世界是心法两个部分，
你只明白其中一个部分，那能叫圆满吗？你不但要明白心法的部分，明白心性的部分，也要明白法的部分。法的部分比认识心更难，不知道难多少倍，各位。所以有了心性的体验和认识觉受，正是打下了学习法教的基础。而很多人狂妄地认为他已经究竟了义了。这个世界就是心和法两个部分，你只是明白了其中一个部分。心是总相，法是差别相。总相好认识啊，是不是啊？就像世界上有无量种器物，有水有金有木，有水有土。这个器物以色相声相差别相无量种，但是无量种差别相与虚空相比，正好一空一有，各占一半。虽然空占了一半，但是空就是个总相。你一旦把差别相弄明白了，反手一指，这便是虚空，一下就指出来了。可是你认识虚空容易啊，你认识这个器物无量种器物差别属性，那可不是一般两般的概念了，那个不是像认识虚空那么容易简单，这就高深了。只认识虚空，那这么一点空性的道理，虽然能令你解脱生死，但是这点智慧达不到究竟无疑惑地。我问你虚空是什么相貌，你能说出来？我问你，那这个金银铜铁，它们是同一属性还是四种属性啊？你一下子就傻掉了。既然是空，那这个四大是怎么发生？所以禅宗重在心性的体验，而教门呢，重在心性体验的基础上圆满你究竟的见地。这个见地不圆满不究竟，你不能到达究竟无疑惑地。虽然在心性上没有疑惑，而于诸法差别而有疑惑。你不能彻解诸法差别，就不能证法空，明白吗？你只是证得心性上的体验的空，而没有证得一切法空的真相，不圆满。各位，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很多大菩萨都是教下祖师出在宗门，教下出大菩萨呀。你看六祖大师，他虽然宗门的心性体验已经圆满了，心性的体验圆满了啊，那法空的体验和觉证圆满了没有啊？如果他智慧是真实的，那他能够通达法空的道理；若不通达法空的道理，那不是真开悟。那你跟六祖大师辩法空，他也辩得出来。那你不去跟他谈法教，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有这个法教，他不知道有这个概念，他也不知道。但是你给他讲，然后他通过心性的体验，那么去在体验中一一对照，一对照完，马上就明白了这个法空的真相真实意，马上就给你讲出来。但是你不提出这个问题你不去念诵这一段经文，他也不知道，知道了吧？所以他虽然能证得初始教佛，他虽然能成就始教佛，但是不能成就原教佛。各位不要糊涂着啊！想要成就原教佛，必须要圆满五教所有的智慧见地，不要把始教佛当成是原教佛。我们说六祖大师成佛了，我们说达摩祖师成佛了，他成的是哪门子佛呀？跟释迦牟尼佛能比吗？那不是差3600万丈。他们所成就的佛跟释迦牟尼佛相比，边儿都摸不着。
知道吗？释迦牟尼佛是原教次第中的究竟的成佛。我们平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指的是初住位，甚至是指的是始教佛，始终顿圆，知道吗？我们平常讲的成佛，我们是学法教的，为了圆满原教的见地智慧，所以我们讲的次第是原教的次第成佛，不是始教的成佛。问大家一个问题，成佛了会不懂唯识吗？不懂唯识能成佛吗？说一个人成佛了，唯识不懂，差别相智不懂，什么是成佛？有没有根本智、后得智、差别智？那些都是指什么呢？各位，根本智是指心性体验呢，后得智是从心性的体验中了解一切法的实相，差别智就是知道这一切法的差别实相，能彻解一切差别。那你佛是圆满智啊，你只通一个智就了义了。各位，大家实事求是的问问自己，完全的心性体验能够圆满差别一切差别义吗？不可能的。心性的体验没有佛门的善知识都达不到，没有佛的善巧方便，凡夫不可能体验到如来藏，不可能知道有个如来藏，连知都没有办法知，如何证？你就像我给你一个剑，给你一杆枪，让你去打靶，你都不知道靶子在哪儿，你怎么打？对不对？凡夫是流转于六尘境的，那由佛门的善知识引导，我们只能顿见根中妙性。很多人都把眼识当根性了，把眼识的见分当根性了。很多人对根性的体验只体验到眼识的见分，意识的见分，只体验到了见分，根本没有悟到根性。见分虽然跟正分它俩是一路，见分正分跟根性它们是比较接近，它们是一路，虽然是一路，但是你只悟到了见分，没有悟到正分。就算你悟到了见分正分，那也不是根性。就算你悟到了根性，这个根性还不能代表你知道如来藏啊，你还是不知道如来藏啊。没有佛给你用善巧方便，通过法教的方式给你讲如来藏，你连知都不知道啊，你连靶子都不知道，你怎么打靶？对不对呀？体验到我们一般禅宗初步的对心性的体验，初步体验见分，再进一步体验到根性，那这个就叫做从根性体验到第八识的见分，那这个就已经是差不多了。一般就体验到见分和根性，能体验到第八识见分的都不多，真正能悟到如来藏的很少很少。禅宗如果不学法教，没有任何可能性悟到如来藏，连丝毫可能性都没有。如果禅宗能悟到如来藏，必定是他师父懂得如来藏。就算他不学法教，他师父肯定懂这个如来藏。他师父为什么懂如来藏？肯定是依法教而懂的。为什么？你说他不是学法教得的，而是佛跟他讲的。佛是用法教的方式给他讲的如来藏。若佛不通过法教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让众生知道如来藏的。除佛以外，那除了实证如来藏的这个法身大师和佛，
不可能不通过法教而能证到如来藏，必须是依靠佛才能知道如来藏，知道如来藏才能证到初住位，证到初住位才能跟他人讲如来藏。如果有的人学了法教，知道了如来藏，就算没证到如来藏，他用智慧证，以智慧证为你讲如来藏，终究离开法教，没有办法知道如来藏，连佛也没有办法，他也只能通过法教让你知道如来藏。